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 Flux 的新的量化模型啊，叫 Nunchaku。这个词呢，你听起来就知道啊，它应该是日语的一个发音。那翻译过来呢，叫双节棍。这个是一个新的量化模型，而且是4维的量化。那很多的大 V 呢都会强调它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呢，突出的并不是速度，而是第一个生成质量。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这个呢是我用这个量化模型直接生成的图片，它有非常明显的 Flux 模型的特征。但是呢，不可否认，这个模型的话呢，生成的这种图片的质量和传统的那个量化模型呢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的。那你会发现这个模型生成图片的质量呢，比其他的量化模型要高很多。你看一下，其实是可以和 FluxDev 模型，就是完整的 Flux 模型持平的。非常的棒，对吧？而且它拥有更加完善的生态啊，比方说我们可以增加 LoRa。那你针对 FluxDev 生成的这种 LoRa 的话呢，也可以用在这个量化模型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生成的图片的质量呢变得更高。那通过下边这组图片，大家可以发现，那如果我现在说它就是用 FluxDev 生成的，而不是一个量化模型生成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怀疑这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一个视频来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个模型。那我今天所有的实例呢，依然是在 Running Hub 上来给大家演示。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当然在用这个之前呢，我们肯定会涉及到它的安装。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Nunchaku 双节棍这个技术的 GitHub 的首页。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儿提到了，就是它首先是一个4维的量化板。另外的话呢，它支持很多的生态，比方说我们说到的 Redux、FluxFill， 甚至呢 ControlNet 它都是支持的。所以说呢，一个模型如果它的生态更加完善的话呢，它的生命力也就会更强。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之前的量化模型，可能呢大家都会发现它速度可能很快，甚至有的质量很高，但是它只能文生图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用2次，可能也就那样了，对吧？当然如果你要在 ConfigUI 里边去用的话呢，就不能用这个库了，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ConfigUI 的扩展，大家看一下，叫 ConfigUI-Nunchaku。那这个模型的安装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手动安装的部分。那首先呢，你需要把这个给它克隆下来，对吧？然后呢，安装这个依赖包。另外你要注意啊，在这儿呢，它是需要安装一个第三方的包的，除了在这个 requirement 之外啊，还需要安装一个包。那这个包呢就叫 Nunchaku。如果你在启动这个扩展的时候提示你说找不到 Nunchaku 这个包，那就说明你现在没有安装好。那这个怎么去装呢？你注意啊，正规的安装方式是这样的，大家呢进到 Nunchaku 的这个首页里边，然后可以找到这个 release， 点开它。这里边呢应该有你需要的这个轮子文件，因为它是针对不同的 PyTorch 和这个 Python 版本去编译的，所以说呢你看你用哪个啊？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先确定一下自己的 Python 版本，然后再确定自己的 PyTorch 的版本。这个呢大家可以这样去做。那首先呢你可以用这个英伟达-MSI 啊，看一下我现在 CUDA 的版本啊，我的 CUDA 的版本呢是 12.6， 然后呢可以看一下你 Python 的版本。那我由于是用的 ConfigUI 这个虚拟环境啊，我在这儿呢执行一下 Python-V 或者是 Python-version 都可以啊，我现在是 3.12， 然后呢看一下你 PyTorch 的版本。大家注意啊，我现在的这个 Torch 的版本呢是 2.6.0， 针对 CUDA 12.6， 对吧？所以说整个都对上了啊。那你回过头来再来找一下啊，是 3.12 的，然后 Torch 2.6 的，然后 CUDA 它这儿没有写是吧？所以说呢我就下载这个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有 Linux 版本还有 Windows 版本啊，一般呢我们是采用 Windows 版本。下载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安装了啊。安装的方式这个就比较简单了。那比方我现在把它放到了地盘的根目录下边，我切换到我的 Python 的虚拟环境，然后切到地盘，然后使用 Python-mpep install， 然后呢我们直接输这个 Nunchaku， 然后就可以安装了。这个我已经装过了啊，所以说我这儿就不装了。注意啊，这个版本一定要对啊，如果你版本不对的话可能是装不上的。一旦装好这个，别的就都好说了。我们看一下安装好之后的状态，进到我们的 ConfigUI 里边，然后呢 Custom Node 里边，这儿呢我们有一个文件夹叫 Nunchaku 啊，然后我们点开它，大家可以看到啊，有这个 workflow 是吧？然后呢就是模型的下载，
关于模型的下载呢，它这说的也比较清楚啊，你可以通过抱抱脸或者是魔塔社区来下载。我们点开抱抱脸的这个页面，然后你要下载哪几个，你要注意它不同的量化版啊。我建议大家尝试的是这几个啊，一个是 INT4 Flux 1的 Dev 版本，也就是我们使用4位量化，但是你要注意啊，这是 INT4，也就是我们只有整数位没有小数位，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啊，不知道为什么。按道理没有小数位应该精度会差一些，但是实测起来还是非常厉害的。另外一个呢，大家还要下载一个就是这个 Fill，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绘制版啊，或者叫局部绘制版，或者叫 Input 版是吧？下载的话呢，这样去做，首先呢点开它啊，然后呢点开 Files and Version，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克隆，用这个命令就行。当然呢你也可以使用就是HungerFace-CLI 那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没装着，所以说呢，你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去下载。下载完之后呢，它的文件夹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进到 ComfUI， 然后 Models 里边，然后 Diffusion Models。注意啊，你用 Git 克隆的时候，把它克隆到这个目录里边。那这是我们的这个 Flux 1的 DEV， 这是 Flux Fill， 当然都是 INT4 量化版的。注意啊，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需要的包括它的主模型，也包括它的这种配置文件啊，这个你别丢了。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当你采用 JIT 命令下载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 JIT 里边这些东西它是不是占这个空间的大小啊？因为按道理来讲，这个里边东西我们是不需要的。所以说呢，如果你发现它自己没有清掉的话，你可以手动给它清掉。你要注意啊，在每个里边的都是这个 transformer block， 它的大小呢大概是6个多 G， 所以说呢，相当于把原来的 FP8 再砍一半啊，原来的 FP8 大概11个 G 嘛，然后再砍一半，大概就这么大。所以说呢，它的速度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这就是它的这个基础的安装了。那安装完之后呢，你重启你的 ComfUI， 如果不报错的话，就说明没有问题了。那这样我们回到我们的 Running Hub 上，然后来看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去构建的。当然呢，你可以通过 Custom Node， 然后这个扩展节点里边的 Workflow 来找到对应的这个工作流。但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工作流呢，跟它稍微的不太一样，因为呢我是采用了大家可能觉得更加简单的一种方式，因为呢在之前的 Flux 模型我大概也是用这种方式给大家进行采样的。因为在传统的 Flux 里边，这儿是这个高级采样器，而我就使用了普通的采样器，所以说呢很多处理手法稍微的有些不同。好，我们就看最简单的文生图，这3个先不用看，这个简单，就是我放了一张参考图，是用 Florence 来生成了一个这个提示词，放到这儿就完了。那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最主要的这个部分啊，第一个是模型的加载器，这个加载的时候呢，用的是它专有的这个加载器，不要采用我们那个 Flux 里边自带的啊。由于我只装了这个 Flux.1 的 DEV 和 Fill 啊，所以说在我的本地应该只有这2个，但是在云端可能都有啊，所以说这儿我是选这个，剩下的不要动。这个 LoRa 呢，我们暂时先不加载啊，看原始状态。然后呢，这是 VE 呢用的就是谁的呀？就是 Flux 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 Text Encoder， 这个里边呢同样是一个 Clip-L 和一个 T5 的编码器，但是呢这个加载节点也是它提供的。分辨率呢，我这儿是1024×1024，然后呢这儿有一个空的图片。然后这是一个提示词的编码，然后呢副编码呢我们是输出了一个0条件是吧 ，0 out， 然后这个 guidance 呢是 3.5， 这个是那个 sampling 的校正啊，别的呢都一样了啊。然后呢在这个采样里边的话呢20步就可以 CFG 设成 1.0 OLA simple， 然后降噪系数 1.0， 非常简单，这样就结束了。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传统的 Flux 的工作流，就是把这个加载的这个编码器和主模型这个给换了一下，别的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下边呢我们来生成一张图片，那我们拿它当参考图来生成，运行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标准的一个 Flux 的人脸是吧？当然呢你可以换成其他的图片可以试试，比方我们换这个，大家注意它采样的速度是很快的啊。我这儿没有用 Tcache， 哎，说到 Tcache 我这儿说一下啊，不要用 Tcache 啊，用 Tcache 会报错的，因为它本身的模型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 Flux 感觉就更明显了，看下边这个位置，
这个脸上的这个肌肉感。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 LoRa 呢来修正这个事情。注意啊，采用 LoRa 的话呢，任何的这个 Flex 的 LoRa 呢都是可以直接用上去的，但是用的节点一定是用它提供的这个 LoRa 的加载节点，然后你可以挑一个比较喜欢的，比方我这儿用了一个小红书的甜美女生。然后呢，我们同样的这个图，我们再来生成一遍，大家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就漂亮很多了，对吧？所以这个 LoRa 呢非常明确的，它就起作用了啊。有很多的那个量化版的模型，那个 LoRa 是不能用啊，用了也不起作用，或者就走形了，对吧？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啊，随便换一个啊，感觉一下。所以说呢，我们说它的速度快，我觉得不是最主要的啊。那我们需要的还是它的质量。它的速度不但快，而且质量非常的高，能看出来吗？所以说这是这个模型的价值所在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用法。好，下面呢我们看第二个大家比较关心的用法啊，叫做 Flex Fill， 也就是我们说的 Impent。这个呢更简单，看这个工作流。首先呢，我们加载3个主要组件，一个是我们的主模型，跟刚才选的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这选的是 Fill 版本，这个是编码器。这个是 V1， 然后呢，我这儿上传了一张图片，然后我把它的帽子呢用 Mask Edit 给它编辑了一下，这个应该都明白啊 ，save 掉。提示词呢，我写了一个 A beautiful woman wearing a white hat， 也就是说，她现在戴了一个白帽子啊，她原来的这个帽子是黑颜色的。然后呢，我们一运行啊，你会发现这个重绘的质量非常的好。那我们改一个颜色，我们说 white flower hat， 再运行一下，看一下啊。这个花帽呢变成这个样子，不过也没关系啊，这个感觉的确是出来了。那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呢实现我们所谓的 Impent 的所有的功能。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下 Redux，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儿用的这个 Redux 呢是高级版，它给的那个示例是基础版，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节点呢稍微有些不一样。这儿我用的是 Redux Advanced， 然后这儿加载了这个 Style Model， 加载了 Clip Vision。用高级版就是我这儿可以调整整个的强度啊，包括它这个在整个的风格遵循上的一些具体的参数设置啊。然后底下呢就是一个标准的 Flex 工作流。注意啊，我在这个条件出来之后呢，经过了这个 Redux Advanced 的一个设置。然后呢，我把这个强度设置的非常高啊，你看一下是1，而且这儿我选成了 Nearest Exact， 然后这个 Weight 呢也选成了1，所以说呢，我就会要求生成的这张图片呢和这个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可以简单对比一下，在很多细节上都很像啊。你注意这个裙子、腰带、衣服的颜色。发型，当然它这个发卡没有出来啊，然后这个项链的这个样式啊，整个的姿势，沙发的颜色，然后鞋的这个感觉，然后袜子上的这个图案。注意啊，它由于不是完全的仿制啊，它只是用这种风格参照来说明这个图片有多像，所以说你会发现的确呢做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棒了。然后呢我们可以调一下啊，就是风格上大体类似啊，但是呢不要求那么强，我可以把这个参数给它调大，调成3，然后我们可以感觉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提示词呢，它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一些。大家看一下，蝴蝶的图案依然有，但是衣服的颜色就变了，然后裙子的样式没有变化，然后项链依然有，但是这就不是一个十字形的，是吧？就是该有的我都有啊，但是不见得跟你那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呢，这种我们叫神似啊，就是能做到这个程度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关键是这个质量很高，能看出来吧？这人物非常的漂亮啊。下边呢，我们看第4个。第4个呢，其实是 Depth。这儿呢，我们沿用的依然是 Flex Tools 里边这样一个方式。注意要实现这个效果的话呢，可以采用 ControlNet， 也可以采用这种LoRa 形式的 ControlNet。那我现在呢是采用 LoRa 形式的 ControlNet， 也就是我们在 Flex Tools 里边提供的这个感觉啊。首先呢，我们这儿采用了一个标准的编码器啊，就是没有采用这个谁提供的呀？这个 Nukaku 提供的。这个没关系啊，都一样。然后呢 Florence 生成提示词。注意啊，在这个 Depth 这个地方我们是这样处理的。首先呢，把图片给它放大一下，我放到这个100万级像素级别，然后用 Depth Anything， 然后来取了一个深度图，大概是这个样子。它现在是1024×1497，
然后呢，我们这儿会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就是它，这个叫 instruct peaks to peaks conditioning 啊。那它会将这个 pixel 啊，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深度图，把它集成到这个条件里边，所以说呢，你该连的连上就可以了。另外你要注意，这个 flux guidance 呢不是 3.5 啊，是10，而在那个标准的 flux 代物里边，这个值呢是30，所以说呢，你按照它这个设定，而它这儿会用到这个 FluxTools 里边那个 LoRa， 大家用一下就可以了。强度它给的 0.95， 当然我觉得 1.0 也没有问题，然后下边都非常简单了，20步采样，然后 CFG 1.0， 降噪 1.0。 好，我们开始生成的这个效果，这个是参考图啊，这是生成的，非常的棒，对吧？那我们再试一个别的，找一个姿势比较优美的啊，比方这个吧，弹吉他的这个。好，下边呢我们再运行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棒，是吧？这个你去对比的话呢，应该说高质量的还原了这个原图的一个效果啊。当然呢，我们这儿也可以加这个 LoRa， 然后呢，我们这儿选一下小红书吧，还是我们依然采用它，它是可以多个 LoRa 串联的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就特别像东方人物了，是吧？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这个量化模型虽然是量化模型，看我现在给你演示了它的纹声图啊，它的 Redux， 它的 Fill， 还有它的 ControlNet， 类似于 ControlNet 啊。因为呢，你注意啊，它在这个工作流里边是有标准的 ControlNet 这个版本的，用的是我们那个联合版的 ControlNet。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第一个跑起来太慢啊，第二个我觉得质量也不太好啊。一般呢，我们用那个也是用 Depth， 既然能用 Flux 的这种方式来实现 Depth， 就没有必要去使用那个功能。那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